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人。最近我多了一个新的兴趣，我迷上了古董真空管。我是个很喜欢听音乐的人，可是如果要去玩音响或是玩真空管那一类的机器，其实都非常的贵，我应该也消费不起。前阵子我注意到有一种叫做古董的收音机，这些收音机都是50-60年历史的机器。一个高规格的古董真空管收音机，买到最顶级的，顶多5-6万就可以搞定了。如果你要玩现代的音响，你不花个几百万、几千万，可能都还不是最顶级。所以我为了一圆我听高阶音响的梦，所以我才来玩这个古董收音机。今天我就是为了要帮这台机器来做个柜子。今天我可能会用到的机器有手提圆锯机、修边机，还有饼干机。我会有一些比较好入门的手提式木工机械。在制作的时候也会教大家一些操作的技巧。那在影片开始前，也别忘了帮这个片点个赞、回应，还有分享给大家，支持我的频道可以做得更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两片桦木夹板是我请厂商先重切过了。因为桦木夹板的重量非常的重，你如果要自己切，其实会非常辛苦。所以通常我都会请厂商先切好直条。等我拿到木板之后，我再做横断的动作就好了。现在这2块是我制作柜体的材料。一开始我们要先选面，两侧的木纹稍微看一下，看哪一个木纹你比较喜欢，就把它朝外。像这种柜体要切长度的时候，最好是2个木板叠在一起切。这样子，如果我们切的角度有稍微误差的话，煮起来也比较不会出现问题。因为它是上下板一起切嘛，这样我们切起来的角度如果稍微有点没直角，至少上下板它倾斜的角度是一样的。现在我是先把我柜子的上下板给切出来。我这里画了一个切割线嘛，然后这边就用夹子先稍微夹住，让这2块板子不会分开，不会跑掉。接下来我将这个切割的导轨给放上来。我接下来设定好切割深度。我现在用的这一台机器是 Makita 的 SP6000。导轨具的好处是它有一个铝制的导轨，然后它这个导轨还有专用的夹具。这个夹子可以卡进这个导轨下方。然后连同这个木料一起夹住。可是我现在的操作方式没办法夹，基本上这个导轨它也是有防滑的作用，它底下有防滑垫。所以你操作的好，它基本上不会滑了。所以我就直接切了。你可以看到我在切割的这2个木块，我要的这一块跟我不要的这块，我底下都会垫木头。我这一次的柜体，我想要做45度接，4片板的2侧端面，我都必须要切45度角。这一台机器它可以调整45度，两边的旋钮松开，转到45度锁紧，我就可以切出45度的面。然后它这个导轨，这个泡棉就跟我这个木头边缘切齐就好了。它并不会切到这个泡棉。这样切割这个45度面非常快速。接下来我要用饼干机，在这45度的地方打上榫片，来补强它这个45度结合。因为45度结合它的强度算蛮差的，如果只靠胶水的力量的话，是不够的。所以这个40公分宽的板子，我会大概打了4个柠檬片。这种打榫机它一样可以使用很多种角度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板子上画好我的记号了。我画上4个记号嘛。这个记号并不需要非常准确。因为像这种榫片，它打完之后，它其实都有 Asobi。它左右的容错空间很大，你真的有一点误差也不会怎样。对好线，压住。这个榫片就是直接这样卡下去，使用起来非常简单。然后它的紧度其实是很好的，你看拔不起来。刚刚我在这边洗的这个槽，这个榫片是要接我这个柜子中间的立板，因为它也是这个柜子很重要的一个结构，所以这一定要打榫去做结合，来增加这个柜子的强度。这个立板过来这里有5个6N 的槽，
这个我要用这一台切钩机，切出深度5mm的槽，到时候要卡入6mm厚的花木夹板。这里主要是用来放置黑胶唱片用的。现在我就将切钩机的深度调到5mm深，我一刀一刀的把它切掉就好了。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用修片机来操作，而只是我觉得用圆锯机比较轻松。我把2片上下板都夹在一起去操作，这样做起来会比较准确。像我全部的框体的材料都备好了，然后该切的钩都已经切好。现在我要先把它连起来，才可以做下一步。像这样子的45度接，因为它很大部分都是木头端面，端面在相连的时候，它的粘性其实没有很好，所以胶是尽量上多一点。如果你的速度太慢，你发现它端头的胶已经干掉，你可以涂第2遍。它端面比较容易吸胶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如果涂一层，过没多久，它的胶就被吸进去了，我们就可以再多涂一次。像这样子的饼干榫用在45度榫是特别的好用，有做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是45度榫在接的时候、夹的时候它很容易滑。如果有饼干片在这里的话，它就可以做很精确的定位。刚刚辛苦了半小时才把它夹好。你会发现我用了大概10多个夹子。家里如果没有那么多夹子的，就绝对不要用这种方法。这种45度接合一定是要靠夹子来夹。夹子没那么多，我们就使用螺丝来固定，是最方便的。我刚刚已经把夹子拆掉，现在我要把这个背板给钉上去。这样这个柜体的整体结构都完成了。现在我要给这个柜体的外侧，涂上黑色的水泥漆，给它做一点变化。水泥漆我也不会调得太厚，比例可能会是1:2到1:3。我要让它隐约可以看到这个木纹，给它上个薄薄的黑漆就好。像这种花木夹板，它的纹理其实很细致，它木头上面的导孔其实非常小，所以我就不会在上面做 P 图了。我前面这里故意切一个坎，从正面看起来它的这个厚度会比较薄一点。这个面它这个短边都会涂上黑色，这样它看起来就有个层次。我一开始就先调个1:3就好了。画这种边缘的时候，一定是用8字画法，我们就由内往外去涂，这样它周围才不会流汁。在我整个面都涂过之后，我通常会给它轻轻的顺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哪里有比较厚的地方，把它涂开。现在我在等漆干，我现在先来烧这个铜条。我现在利用这个铜条，在这个柜子上安装一个滑轨。这是8N 的铜条，我如果要直接硬弯的话会很困难，所以我现在先给它退个火。像这种精工火枪的燃料，它是用去渍油。只要经过加热之后，这个铜就会变软，这时候就比较好弯折，之后只要再通过对它进行敲击，它就会变回本来的硬度。
我把这个铜条弯成了 U 字形，然后现在这个框架到时候就会勾在这个铜条上面。我现在先来制作这个框架。我之前在切块木的时候收集了蛮多这种小边料，上面的油漆都还在。我现在把这些当做这个框架的背板。我左右先各上一个夹子，这样钻孔的时候比较不会跑掉。我把孔里也灌一些胶，接着就把竹钉给敲下去。这样子它就可以固定得很牢，夹子这时候就可以拆掉。基本上它就不会跑。当然也不能太粗鲁了，等它的胶干掉之后，它的强度会更好。只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反过来，把背板给钉上去。我在卡进去之前，也是稍微排一下它的颜色。大概像这样子，它就可以粘得非常牢了。接下来上面这个凸的，把它爆掉就好了。我现在这个柜体已经干了，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大概800号的砂纸，给它稍微跑过，不要拿太粗的砂纸去磨，这样漆会去掉太多，我只要让它表面的质感好一点。那我们上了漆之后，这个木头一定会起毛，你会觉得它变得很粗糙，所以要用比较细的砂纸给它跑过。现在我要把这个铜条给固定在我的框架上。我先用2个6分的夹板，我先钻2个8 mm 的孔，等一下它会卡到这个夹板里面，这个夹板再把它锁在框体上。只是这个夹板我会给它做个简单的造型。我刚使用线锯机，切了一个这样的造型，然后稍微打磨了一下。像我如果在锁夹板的时候，通常我会用一个夹子去夹着。这样我锁的时候比较不会裂掉。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框架要钻孔的位置把它画出来，我们就直接对着这个铜条的轴心，它的中心画过来就好了。到时候这个框架可以在这个铜条上面滑。我不想让它太紧，我稍微转一下，把它扩孔。像这样子其实有个结构弱点，像这个地方很容易断掉，所以这里最好补强一下。我现在使用竹钉来给它补强。Child, I know you're hurt and you can't let go. It's not your fault and you don't deserve all the bad and the hurt.我的简易音响柜就这样完成了。
我这里就放上我的蓝牙真空管，左右这两个可能之后如果要加扩大机的话，就会摆在这里。然后前面这个框架主要是用来放我现在正在播放的黑胶，就是一个展示的功能。然后如果不想让黑胶露出来，也可以稍微遮挡。虽然是个简单的作品，可是因为有点小复杂所以也花了我好几天时间制作。我这一次在外侧涂上水泥漆，这个效果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像这样子浅浅的薄漆它就隐约有点透出这个木纹，我觉得会比整个这样黑麻麻来的好看。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对影片内容如果有任何的疑问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都会尽量回答你。最后别忘了为这支影片点个赞，留个言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协助我频道能成长得更好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